说着走着我的生活，与你交换故事那刻，我看着你等待，也很快乐。有多少人来过，多少人走了，也许真心才会让爱沉默，留下什么爱过。哎，师兄，我跟你说，食堂这道饭菜，老师说不许在实验室吃东西。我俩就在这儿吃，又不过去。对，主要是食堂太挤了，外面又太冷，我们赶紧吃，吃完还有活干呢。啊！喂，老师。走，就你尺寸，难怪没男朋友。不好意思啊，老师，没事了。太符合你的要求，要不咱们还是做普通朋友吧。点都点了，喝了吧。相亲就是这样，硬件靠磨合，软件得合适。我实在是不想骗人，就算他一辈子都不去殡仪馆，一辈子都不知道我的工作，我也不想骗人。让你费心了，还特意留了位置，结果还是搞砸了。好了，你也别郁闷了，对自己好点。那，隔壁火锅打折卡，8折优惠，对自己好点。兄弟，虽然我相亲失败了，但是我还是喜欢女的。你想什么呢？这是金小鱼给你的，他说
如果你约会顺利，就带女孩子去吃；约会失败，就自己一个人去。吃点好的啊。小鱼，店长，那个火锅店不就订了个单人套餐吗？闭嘴。哦。你好，请问你是谭月然吗？啊，是的，金小鱼是吧？请坐，我帮你点了杯咖啡。谢谢。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呀？对呀，之前你们在商场做活动，我刚好路过，拿了张宣传单。啊，那天人太多，都有点忘了。你找我什么事啊？我想向您打听一下，捐给我心脏的那个人。根据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规定，从事人体器官移植的医务人员泄露捐献人、接受人或者申请人个人资料的，将会按照国家法律规定予以处罚。您的主治医生没有告诉过你，器官捐赠有保密规定吗？其实我来之前呢，也查过相关的资料。你说的是《遗体器官移植条例》的第27条，对吧？主治医生也这么跟我说。但是小鱼，你不是医务人员呀，你能不能帮帮我？那我也不能泄露这个资料啊，不好意思啊。小鱼，我之前有看到过新闻报道的，有捐赠者和被捐赠者见面的宣传活动，我觉得我也可以参加的呀，帮助你们做宣传。你看，我是科大的计算机博士，这是我的学生证，这是我的专利证书，我可以帮助你们志愿者学会做宣传。你让我赞助你们的活动也行，只要你让我见见捐赠者家属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就是想表达一下我的感谢。谢谢，谢谢。我这个人吧，从小就患有先天性心脏病，什么户外活动都没有过，3天2头就进医院抢救了。小鱼，你不知道这颗心脏对我有多么的重要，正是因为有了它，我才有了现在正常的生活。我也听说，这颗心脏的主人也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，因为车祸去世的。我也想让她妈妈再听听她女儿的心跳呀。是这样的，参加活动的都是经过层层筛选考核出来的，像您这样意愿强烈的反而去不了。您既然有了新的器官，就应该开始新的生活呀。对不起，这忙我帮不了你。哎，小鱼，你先别走，要不先把咖啡喝了再走吧。其实我患有严重的罕见病，喝不了刺激性饮料。哦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不知道。没关系，你买咖啡给我是好意，我心领了。但是你却不知道我喝不了咖啡，你的好意可能对有些人来说是负担，是困扰。不好意思。这姑娘不行，回头我让小徐再给你介绍一个。她和小学同学刚分手，誓一发誓。我是妖精啊！我跟你开玩笑。护士，这不职业上你们还可以互相理解吗？我不想要找对象。你看，不是你说要相亲吗？我想要爱情。我还想要世界和平呢。我去问问师傅市长，你就占个座。你好，你找哪个部门？好了，可以了。吹风的时间一般只能在30分钟，而且会根据它的发量跟发型进行调整。一定要注意的是，这个风口不要离皮肤太近，要保留3到4厘米的距离，不然皮肤会被烧坏。活人能喊疼，死人却不能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格外的注意。凑近来看看，尤其是这个鬓角跟它的这个位置，一定要好好看仔细。是这个，就这个地方。小鱼，你嫌我1年活得不够长是不是？师傅让我过来看看进展的怎么样了。
你俩干什么玩意儿？哎，小鱼，有姑娘加我微信了。哟，在登记处门口有姑娘加我微信了。你闭嘴吧你！我都能看到你的扁桃体了。我说你每天跟大姑娘搂搂抱抱的，也算是见过世面，能不能有点出息啊？大姑娘都不是活的。我得给王全德发个微信，告诉他有姑娘跟我搭讪。清醒一点好吗？这是殡仪馆，谁家在殡仪馆搭讪啊？你看看咱们单位，像是有桃花的样吗？人家是博士，来咱们殡仪馆收集资料的。人家是来收集资料，不是来收集对象的 ，OK？ 哎，相遇就是缘分，是缘分，那我就应该抓住它。哎，你帮我想想，刚加的微信怎么聊比较合适？我跟你讲，特别简单，午夜12点的时候，你就给人家姑娘发一个微信，说你在停尸房一边值班一边思念着她，成了。别闹，我认真的，金小鱼，这完全就是我喜欢的类型。哎呦，你喜欢什么类型的？活的。哎，给你看，怎么样？漂亮吧？我跟你讲，他今天去了殡仪馆，张全蛋这个大傻子还以为遇到艳遇了呢，其实什么都不是，你知道吗？而且他还加人家微信，告诉人家全名，摆明了这件事没有完。我就纳了闷了，一般都是受捐者家属去打听器官的下落，没听说过被捐赠人还要去打听器官前主人的下落。不对，我就是觉得这姑娘很奇怪。怎么说呢？就是直觉，你知道吧？女性直觉。我觉得这个有必要的话，还是需要上报一下的。我等一下还是要再问一下周主任，他当时的心理治疗医生是谁？他这明显就是出现了心理排异反应。小鱼，你下次再见到他的时候，一定要注意你的态度，知道吗？他毕竟还在他那个康复期内呢。哎呀，反正你就赶紧做好那个预案，知道吧？行吗？挂了啊。哎，为什么捐赠者的信息要被保密呢？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。其实这是国际上的一个双盲原则，就是为了减轻其精神压力。如果说你捐赠的这个人你也不知道他是谁，你就没有精神压力。就比如说戴安娜王妃出事的时候，那捐出了多少器官？8名患者受到捐赠，他们如果知道自己身上的器官是戴安娜王妃的，那么得吓死了。有道理。第二，其实为了防止人性的丑恶，器官捐赠虽然是人生中很大的一件事，但是在人生中那也只是其中的一站而已，往后你还会很长很长的路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双方的想法产生了分歧。就比如说我之前有一个朋友，他要捐骨髓，但是他半途中突然改变主意了，结果没想到信息泄露了，然后那个受捐者家属就想方设法去用一些不当的行为来逼迫他们，这就是人性的丑恶。那第三呢？第三就是防止器官买卖了。你知道乔布斯曾经做过肝移植，但是对方是一个普通人，如果说信息公开的话，那保不准家属会找上门来，而且甚至会发展成勒索。没有第四了。所以你的意思应该就是，如果一个人去到殡仪馆问你捐赠者的信息，就是违法的，对吧？没错，这世界上什么人都有，不是还有你这样的人吗？那这个人会不会有想要害你的心思？你是想有人害我，还是想没人害我？如果是害你的话，那你也就不会坐在这儿了。那刚好，我可以把你那个龟拿来给小程炖汤喝，还有把你那个大鹅直接给你炖了，还有你的那些奇奇怪怪的药材，直接在厨房里一股脑给你清掉，把你那个房间可以腾出来给我做花市。我真多嘴给你废话。哎，金小鱼，干嘛？你刚刚滔滔不绝的样子还有点帅。神经病啊你！哎，不是我说，今天吃完的水果真……哎，小鱼，来，这就是谭博士，我之前跟你说过。你怎么来了？啊，我们办公室电脑不太好使，人家是计算机博士，我让他过来帮忙看看。
没事儿，我们俩之前认识，小鱼对我有点误会。啊，我还买了奶茶，你喝无糖的还是有糖的？第一，你别叫我小鱼，咱俩没那么熟。第二，不存在误会，你就算是弄死我，我也不会帮忙的。你爱修电脑就修，爱买奶茶就买。我这人吧，没别的，就是脸皮特别厚，吃爷喝爷不谢爷。奶茶我喝。消息没有？这怎么有你这样的人呢，金小鱼？你别搭理他，他可能是暗恋我，所以对你有敌意。张全战，你的自信心是不是废品回收站给你的？你赶紧给我走。没事儿，你喝奶茶吧，我来帮你检查电脑。哎，你这有没有湿纸巾啊？帮我拿点湿纸巾好吗？有，谢谢啊。金小鱼是不是暗恋我呀？你不知道，他看谭博士鼻子不是鼻子，眼睛不是眼睛。大师兄，你这自信都是哪儿来的呀？是女娲造人的时候多给你吹了口气儿吧？谭玉然不是说了吗？他们之前见过，那肯定是之前有什么事儿，要不然小鱼那么不待见他。早知道啊，我就不帮你出这主意了。为什么呀？还不明白吗？这就像男人更能看出来渣男一样，女生肯定会比咱们更了解女生。小鱼这么烦他，肯定不是什么好人。你可拉倒吧，你知道什么呀？我跟你说，他就是看我找了个漂亮博士，我走了，你自己加班吧。你个大傻子，我才懒得理你。我大脸宝睡觉了啊。怎么了？修复方案不对吗？不是方案不对，是人不对。遗体送错了。不是人送错了，是死因很可疑。哎呦，你吓我一跳，我以为人搞错了呢。那遗体是家属送过来的，警察都看过了，没问题才送过来的。而且昨天法医他们都做过尸检了。可是今天尸体有变化，这人死因是什么？低血糖饿死的？这年头还能有人饿死啊？而且你看他遗体上的子干，说明是心力衰竭的症状，怎么可能是饿死的？人家家属登记的时候都问过了，孩子在外求学，一个人住在出租屋里，成天打游戏，不吃不喝不睡觉，猝死，而且死的时候就趴在电脑桌上，游戏都没关。好，那我问你，低血糖的临床表现是什么？那考完试不都还给老师了？心悸、发慌、四肢发冷，长期低血糖会造成脑组织萎缩，还有精神失常，并发症会引起癫痫。你看这里，眼角的肌肉跟嘴角的肌肉都非常的不对称，嘴唇有被咬过的痕迹，这根本就不是吃饭能养活的。而且此人应该生前有口眼歪斜之疾，我怀疑他生前应该就是个癫痫患者。然后呢？一个年轻的癫痫患者疯狂打游戏，居然能够不手抖、不心慌、不癫痫，而且是死于低血糖。正常来说，
在低血糖之前，他早就应该犯癫痫了。这个人就是明明白白自己死在屋里的，警察都确认过了。你说你是柯南吗？行了，你赶紧干活啊，别耽误事儿。明天一大早还有火化呢。看你还有多少？看你这还有这么多项都没做。哎，你又干嘛呢？你赶紧来看看这个遗体，这遗体也非常不对，肌肉非常有弹性，跟咱们之前公交车那个案子非常像。我觉得再停2天，他指甲上的子弹会更清晰。停2天？不可能，明天一大早就办事儿了。我来想办法 ，OK？ 大师兄，我刚才好像看见那个博士在那个门口，不是你？哎，他怎么又来了呀？你太客气了，每次都买奶茶。谢谢你帮我搜集资料，每天晚上还陪我聊天。坐，这不是互相学习吗？哎，金小鱼今天不在啊？啊，他在整容室呢，今天有活。哦，他是给遗体化妆的吗？对，他是我们这儿的技术骨干。要说化妆这种事儿吧，还是女孩子比较擅长。我们这儿呢，女孩子又特别少，所以我们找女朋友都特别困难。那你们可以相亲的呀。相亲也不好相，别说我们跟遗体打交道的了，就连我们墓园的那些同事都不太好找对象。可最起码你们这工作不会失业的吧？而且听说福利也不错。嗨，那你说，女孩子奔着福利来的，那能有真心的吗？那倒也是啊。你别沮丧啊，你这么热心，人又这么好，肯定会遇到识货的好姑娘的。来，喝奶茶吧。那个，你是识货的姑娘吗？其实，我觉得，金小鱼，你从哪个坟头蹦出来的？从你祖先的坟头蹦出来的。你没看见我这儿有客人吗？你走。谭月然，我告诉你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来这儿干嘛的。金小鱼，你又干嘛？我没跟大师兄说，是因为他觉得你是个好姑娘，咱们俩萍水相逢，无怨无仇。你要是敢伤害他，我就敢灭了你。哎呀，你干什么呀？你还说你不是暗恋我？你干嘛呀？公开宣战嘛！张全战，你脑子被你们夹过！你别吵！我告诉你啊，你敢伤害他，我肯定灭了你！赶紧给我走！你清醒一点行不行啊？你不说话，哎，你放开我！你现在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，你不明白吗？再说了，那大师兄有什么好骗的？那顶多也就骗感情，只要不骗钱，什么都好说。你知不知道，一个女孩子要是不喜欢你，就是你人很好；要是喜欢你的话，就说你好坏。人家刚才说了，人好心又好，还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吗？唉，由此可见，当个好人也没什么好事。这话我原封不动转给小希啊！哎，你别呀！那咋小报告现在这么厉害？行，我转你20块钱饭口费。20，就这样你才给我20，50。行，我转你50。另外还有个事儿啊，这2天小七挑婚纱呢。哦。要是问你哪家好看，别跟他说太贵那家。哎呀，我去，你也太抠了！结婚是女孩子一辈子的高光时刻，你知道吗？那睾丸不就是爱光吗？以后日子不过了。也不用太便宜，就中档那种就行，啊！真的是赚这种丧良心的钱，真的是让我特别的难受。行了，我再给你加50，100，行吗？二师兄就是二师兄，有眼光，想得长远。小希跟着你绝对没有错，长长久久啊！拜拜。我给你转过去了啊！啊！你当个事儿你啊！我这都指你。怎么了？我想向你请教一个问题。你要请教我如何撩汉呢？我帮不了你。我长得帅，我都是被撩的那个，我都是被……不是啊。那你要请教我什么呀？我知道我什么都懂，但是有些东西是天生的，没法教。我是想请教你，如何能让一个男生知道接近他的绿茶居心叵测？那我反问你一个问题哈，
你觉得一个女孩子分不清楚渣男吗？分得清吧，就是不愿意相信。那不就完了吗？男生也一样啊。你看啊，之所以有渣男和海后，归根结底是周围的选择太少，而我则不然。我属于那种选择特别多的人，所以我没有这种困惑。还没等到我这个人被骗，下一个就扑上来了。你这样说我明白了，所以大师兄就是因为选择太少，所以才被那个谭月然给欺骗。没错。哎，你听过10000个小时定律吗？谈恋爱也是一样，熟能生巧。哇，威廉姆老师，威廉姆老师，你写的什么呀？这个。人活着是因为无法马上死去，所以得做一些事来填补活着的时间。对，其中包括工作、娱乐、情感跟家庭生活。是的。你这是小说吗？这么有深度啊！这是我的连载小说。我就是一个长得帅又有才华的男人。那你这写的什么呀？一个拥有永恒生命的不死人，遇到了一个身患绝症的女孩，在这个女孩的最后1年，他们相遇了。那不就是我跟蒋白驹吗？如果有雷同，纯属巧合。你这不是巧合，稿费拿来稿费。这是我自己写的。我来看。太长的男人跟太短的女孩，你这什么题目？寿命太长和太短，你别想歪了。你题目起歪了好不好？哪里歪了？吼！湿润的爱情什么鬼？一个游泳运动员的故事，特别热血，特别励志。那个呢？没有男人村庄。大学生带领留守村民创业致富的故事。哇！你就不怕被抓起来？莫言先生有一本小说叫做《丰乳肥臀》，你看过吗？别掺和我们文学圈的事儿，做你的饭去吧，厨子。哎呦，了不起！了不起！不对，什么？今天是你做汁，为什么是我做饭？金小月，我做饭你敢吃吗？我不敢。等等，我可以依你的要求，给我的小说增加一个对你痴情的男2号角色，无微不至，死心塌地。真的？那我要一个大长腿、穿衣显瘦、脱衣有肉的那种。我的小说里没有脱衣情节。为什么？那起码要有一个养动物的小暖男。可以啊，煮熟的小动物行吗？不行，要养猫的，而且要笑容很温暖，穿白色高领毛衣，然后……哇，你这什么品味啊？你是不是对男性时尚认知有点问题啊？你再说我不做饭了。那我只能给你增加一个黑色高领毛衣。乖。但是我创作自由。哼。天儿兄，起来了。天儿兄，天儿兄，哎呦，天儿兄，干什么？哎，你还活着呢？心死了。你能说话就是没事啊！赶快起床，9点了，一会儿是不是该骂了？你快起床吧，今天活多着呢，我告诉你。晚上加班你可别找我啊！
师傅。张全战怎么回事啊？这失魂落魄的。他遇见爱情了。爱情就是个鬼，人人都说有，谁见过？哎，师傅，您老哲学了。那咋办啊？咋办？男子汉大丈夫，为情所困，丢人。哼！哎，把这个给小鱼儿，别说我给的啊。这啥呀？这睡衣，让你给你就给，哪儿那么多事儿？哎，你让萍萍给他也成，让小西给他也成。那好好的给买睡衣干啥呀？你少管，让你送你就送，听见没有？嗯，别说我买的啊。这咋回事？这是？你说蔡淼是捐赠者？对啊，前年元旦，蔡淼因为车祸去世，当时抢救他的就是我，然后他父母也在现场。当时我在现场对他们做了那个捐赠询问，傅亮也在，还是傅亮帮我说服了他的父母。后来心脏在2院是周主任亲自操的刀，我当时送完那个心脏我就走了，我也没有在意受捐者的姓名什么的，我就记得他是个博士。那你说他想干嘛？其实吧，受捐者对于器官来源好奇是很正常的，只不过像他这样的真的不常见。跟周主任说了吗？我说了，但是他纠缠你师兄并不能代表什么呀，我们得有更多的证据才行。而且就算有了证据，我们也不能把他抓起来啊。要不告诉傅亮？不可以告诉傅亮，按照规定来说呢，现在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找到傅亮，而且如果告诉傅亮的话，对我来说就是违反规定。怪不得这个谭月然一直缠着我师兄，没2天就不知道这个人去哪儿了，不知道他在搞什么东西。他纠缠你师兄，多半是想找到某样东西，然后现在又突然不找他，有2种可能：一是因为他发现张全战那边没有他想要的东西；2就是因为他可能已经找到那样东西了。要不我一会儿还是找周主任当面聊聊吧。师傅，来杯热饮。悟空，师傅已经下班了。啊？那您能帮我接杯热水吗？牛奶行吗？可以啊，谢谢。多少钱啊？机器刚关，懒得再开了。这杯算我送你的。那谢谢啊，师傅。外面这么冷，进去吃吧。我这吃螺蛳粉呢，太臭了。没事，走吧。我这味儿太大了，要不然明天一上午你店里都会是这个味儿的。我明天给他们说一声就好了，说厕所堵了，多放点清新剂就好。屋里面这么暖和，总比外面强。再说了，你这么臭，我能对你怎么样吗？好了，走吧。那我吃完赶紧走。来，暖和一下。你是天使吗，师傅？我不是天使，我是暖男。你快点吃吧，臭死了。谢谢。你是学生吗？大半夜不回家？我不是学生啊，我是个编剧，刚入行的编剧，写点什么小广告啊、小短片之类的。编剧大半夜不回家，回家点个外卖吃多舒服啊。我刚从公司开完会出来，我们开了1天会，只管了1顿饭，眼看宵夜时间就要到了，散会了。我都快饿死了，熟悉
机又没有电了，全身上下就10几块钱，我就想着先买个粉吃，然后吃完了再溜达着回家。所以，刚才你合着就没打算给我钱？我有钱，在手机里。我想着你要是问我要钱，我就顺便问你借根充电线。谁知道你没有要钱，那我这计划不就落空了吗？好了，手机给我吧，帮你充电。谢谢师傅。你出门怎么也要带100现金吧？哪有得10几块钱的？再说了，我店里有充电宝，你扫一个也可以啊。我手机没电了，怎么扫啊？那个驿站要手机扫码才能拿充电宝的。我要是手机有电，我直接打车回家不就好了？我看这就是个 bug。也是啊。哎，不过你可以让你同事帮你打车啊。你做编剧的，脑子要灵活一点。我恨不得插着翅膀飞走了，1秒钟都不想在甲方公司多待。这么夸张啊？你是不知道，我跟着我们大编剧接了一个电视剧的项目，他们甲方特别有想法，女主角要返老还童，外加双重人格，这个男主角要背负身世未解之谜，俩人一起修仙的悬疑故事。这很精彩啊，听着就很想看。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啊？这很精彩啊。欢迎下次光临。好嘞。师傅，来杯热饮。不好意思啊，打烊了。一瞬间，场景仿佛是很久以前，你的衣衫风吹起，定格成画面，似曾相识，认不出你精致容颜，你仍少年，我长发为以前，谁分辨梦是执念或者是谎言？过尽千帆不破灭，就是线。此生分别，若有朝一日相见，却